熟吗？看见你找人监视我，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要再跟时珍药业那边的人有任何瓜葛。你倒是好，跑去参加人家周年庆典去了，谁请你去的？给你什么好处啊？哪有什么好处？我就过去喝杯酒，都是同行业的人，我去捧个场怎么了？你签过保密协议的。我签保密协议，我又没有签卖身协议。这个女孩的背景你知道吗？人家说了，马上就要离开时珍药业。她离开有个屁用！她是时珍药业大老板的闺女，你别说你不知道啊！可你不光监视我，你还找人调查我，你太过分了！你别这么说话啊！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儿。那照片哪儿来的？匿名信直接寄到我办公室。你能想到是谁拍的吗？许光明，你给我听清楚啊！这件事儿我压下来根本没有用，信能寄到我办公室，也能寄给你们所长，甚至寄到我美国总部去。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不跟这个女孩一刀两断，上面查下来我替你扛着；要不你出局。什么？我出局？我们会全面接管你的项目，也会从你项目组里抽调骨干。反正你不能再参与了。那是我的心血，那是我的心血，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以为我想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不然你的心血全都让你自己给毁了。爸，看什么呢？啊，没什么。有事吗？这边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想先回去了。你难得来滨城一趟，为什么不多玩几天呢？许光明才走了2天，你就待不住了？您交代我的事情我都已经完成了，我还留在这里干嘛呢？小梦啊，我知道你对爸爸有想法，爸爸心里对你也一直很愧疚。自从跟你妈妈离婚之后，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现在呢，又让你干一些个违背你心愿的事情。可是爸爸实在是……这些话你就不用说了吧？你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好，行，咱不说这个。但是许光明那边，你还得帮着爸爸盯紧一点。我看他这回来似乎不大高兴。你回去也好，抓紧时间，尽量把他争取过来。啊，我让下边人准备了一些个礼物，你把它交给许光明的父母和孩子吧。难得您还能想得这么周到。小梦，在我的心里，还是希望你跟许光明的爱情能够开花结果的，这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爸，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小梦啊，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你难道就这么不相信爸爸？累死我了！我说我什么都不带了，我爸非说不行，然后我给阿姨、叔叔买了好多好多东西。你看，这有西洋参，还有人参，我还给婷婷买了几个芭比娃娃，很多衣服。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跟你说话呢。这什么呀？你自己看。这哪来的？
国史密特公司给我的。他们居然偷拍你，他们这是在监视你。这不是他们干的。这是谁干的？光明，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你该不会认为这是我干的吧？我自己偷拍自己干什么呀？可除了你，还有谁知道我们去槟城？可你不能这样怀疑我。你想想，你爸爸妈妈知道，还有你们所长也知道。我们所长在美国。他可以雇人啊。雇人？他要雇人破坏我们跟美国公司的合作，他脑子有病吗？可我找人偷拍咱们俩之间的关系，我为了什么呢？你一直希望我在你们的哮喘项目里给你们提供技术支持，而我恰恰受限于跟美国公司的保密协议。是，这是我希望的，但是我李梦竹绝对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去做这种事情。你爸呢？你就不想知道美国公司怎么跟我说的吗？他们怎么跟你说的？他们警告我，如果我还想继续留在这个项目里，这个我花费了7年心血的项目里，我就必须排除所有干扰。所有干扰？他们指的那个干扰，是我吗？没错。他们要求我从你以后不能再跟你有任何来往。那你是怎么回答的？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你爸。没错，是我指使人干的。小梦，爸爸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你为什么会做这么卑鄙的事情？为什么你心里永远只想着你自己，你从来都不会为我考虑呢？我当然也为你想，我打下的江山最终还会是你的，只有你才是我的继承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不需要，我根本就不需要。我真的好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要答应你？我为什么要搅和到你的生意里面去呢？难道你准备看着你的亲生父亲破产而无动于衷？看着你的亲生父亲因为还不起银行的高额贷款锒铛入狱而置若罔闻吗？那你也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小梦啊，你听爸爸说，这件事对你的爱情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许光明要是真爱你，他自然会选择你。如果他因为这件事就离开了你，那你觉得你对他痴心不改的爱情还有意义吗？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就去槟城。回来啦？哎，哎，这怎么把这照片都拿下来了？早该拿下来了，他们不是离婚了吗？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是人家光明的事儿，你以后少管这闲事。人家小李要是看见了，多难受啊！老齐啊，你会不会做饭呢？哎，我跟你在说话呢。啊，您说，这芹菜切得太长了吧？我们家是有孩子的，芹菜这么长，卡在喉咙怎么办啊？这个芹菜切长，它不是有纤维素吗？可以通便的呀。通什么便呢？强调理由，这么长给我们乡下牛吃啊！炒菜的时候油多放一点。哎，好，那我重新切吧。你来干什么？光明，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跟你说照片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我已经回了趟槟城了。我爸当着我的面把所有的照片都销毁了。现在就是康健那边，只要他不说，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
你别生气了好吗？你看，我之前给叔叔阿姨还有婷婷买了这么多的礼物，你就让我上去看看他们吧，好吗？走吧。小李来了，阿姨好。来，请进，请进。老头子啊，小李来了，小李坐坐坐。我是不是来晚了？没有没有，来的正是时候。叔叔阿姨，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呦，你太客气了，拿这么多东西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也是顺路的。上次我出差去了槟城，然后就买了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你们两位喜不喜欢？喜欢喜欢，是你买的，我都喜欢，就是太破费了。没有。哦，对了，这是我给婷婷买的礼物。婷婷，阿姨给你买的玩具你喜欢吗？来，过来拿呀。来，谢谢阿姨。哎呦，这孩子。啊，来给我吧。老七啊，给小李拿罐饮料。哎，叔叔，您看报纸呢？哎呀，这东西太贵了，您一定要喜欢才好呢。哎呀，阿姨，您买看的太多了。哎呦，擦干净了。老七，谢谢您。愣在那干嘛？你忙你的去，抓紧时间开饭。现在这个保姆啊，真是不容易，说他两句啊，他还不服呢。找个好的就不错了。这保姆人不错，就是有时候啊犯糊涂。怎么了？姥姥不是跟你说过的吗？姥姥在厨房里面，你就不能进厨房的。我想回姥姥家。傻孩子啊，这才是你的家呢。我不想在这里，我想回姥姥家。婷婷，你听姥姥说，你不能哭啊，别哭出声来。给奶奶爷爷听见了，他们就该发现我就是姥姥了。以后姥姥就不能每天跟你在一起，知道吗？阿姨，您住院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没事。我们呢，谁都没说，连光明都不知道。叔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这阿姨生病住院了，您肯定得跟我们说呀。我要早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去医院照顾阿姨的。虽然我不太会照顾人，可是这总比起护工来，我肯定比她强太多嘛。哎呀，也不是什么大事，能不麻烦别人，咱就不麻烦别人。叔叔，您实在是太客气了。以后您跟阿姨不管有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哎，好。你说这姑娘多懂事儿。哎呦，老七啊，怎么给小李盛这么一点饭呢？太少了，再去加一点。我去。阿姨，没事儿的，其实我吃的也不多。来，饭没了，吃菜吃菜。来，谢谢谢谢阿姨。哟，你老七啊，这菜怎么那么淡呢？我叫你多放油，你就少放盐了。清淡一点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什么你就回什么。卫生间有2件衣服，你去洗了吧。来，小李，你吃。谢谢婷婷，婷婷真乖。
你吃吧。夏琳，来，这鸡蛋是土鸡蛋，阿姨亲自到菜场去买的，你吃。谢谢阿姨。甜甜，你多吃一点啊。怎么了？这里边有虫子。二爸，甜甜，你给我出来！妈，你告诉我，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这个虫是不是你放的？你别怕或者怕了，小小的年纪干这种事，我今天好好的教育你。等你长大了，你还了得？这个孩子太不像话了！许妈妈，千万别跟这个孩子过不去。也许是我错了，刚才我洗菜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那个虫子弄到米里去了。老七，你是不是连米都没淘？好了，妈，我都看见了，可能就是不小心。你也太粗心了吧！你太过分了，太不给我面子了！你，我错了，你错了。行了，妈，你走吧你。哎呀，好了，妈，不就是一碗米饭吗？那虫子也没吃到肚子里，我再给梦竹盛一碗，这不就完了吗？哎，老七，带孩子回屋去。哎，好。丢人现眼。阿姨，算了，也没什么大事，算了。小李，来坐坐。没事，阿姨。是啊，之前我们已经换了一个保姆了，又馋又懒。可是这个你看见了，真是气死我了，把我心脏病都要气出来了。阿姨，您要是觉得这个保姆不好的话，要不咱们再换一个吧。快吃吧。你别往心里去，这老太太可能她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真的觉得是齐阿姨吗？那虫子还活蹦乱跳的，那分明就是婷婷后来放进去的嘛。那也有可能，那可能是小孩子调皮。你真的别往心里去啊。他把我当成是入侵者，他觉得是我拆散了你们，他觉得我是坏人。你也别这么想，他毕竟是个孩子，不会想那么复杂的。我替他向你道个歉，行不行？你别这么说，你放心吧，我会做好心理准备的。那我先走了。慢点开啊。你跟爸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今天什么都不用说，都是我的错。妈，你能不能让我跟婷婷说两句？你过来。你放心，爸爸不会怪你，但是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不喜欢那个阿姨，她抢走爸爸。婷婷，爸爸永远是你的爸爸，谁也抢不走。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才是爸爸最重要的人。可是爸爸不要妈妈了，妈妈也不要我了。婷婷，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你不懂，你只需要记住，爸爸和妈妈都是爱你的，而妈妈也没有不要你，妈妈只是在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等到梦醒了，妈妈就会回来的。那等妈妈回来了，爸爸还会跟妈妈在一起吗？这个事情，爸爸以后会跟你说清楚的，好吗？哎，你就别去了，好吧？哎，那个哥，要不麻烦您给劝劝。行，我去看看。哎，您别走，等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电话也不接。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面对大海，可以忘掉一切烦恼。你现在好点了吗？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我每天都到海边来，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就想使劲儿把这沙子握住，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光，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它就会漏得越快。后来我才意识到，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一定会走的。你这不想得挺明白的吗？走吧。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怎么就给忘了呢？怎么就忘了呢？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儿地抓住。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你干嘛要这么想啊？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别再琢磨这个，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放开我！男人怎么会都这样？这么好的家，为什么不要啊？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现在想来同情我、可怜我是吧？我不需要。依林，放开！我不要你安慰我。哎呦，38度7，烧的可不低呀。妈妈，喝点水吧。哦。妈，你太没出息了。妈妈怎么没出息了？我都没事儿了，你还这样，怎么让我过得更好啊？你听听，小莫都看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太对不住你们这一老一小了啊。知道就好。功课做完了吗？还有一点。快去，就做完了。阿公，交给你了。哎，好好。林伟这口气是出了，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恢复起来，总得需要一个过程。是。原来我没觉得，还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但真正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这16年我的生活重心都在他跟这个家上。突然现在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好像塌了一样。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啊。对了，你小的时候啊，爸爸没少带你去海边，你总是哭啊哭啊，你没少哭啊。可你后来呢，慢慢就不哭了。等你不哭了以后啊，学习成绩就开始好了，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呢也开始好了。爸爸什么意思呢？林伟的这件事情啊，毕竟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把它放下。等你把它放下以后，看问题的角度啊，就会发生改变。到那个时候啊，
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爸，您说我那个时候从哭到不哭，用了多长时间？哎呦呦，这我可回忆不起来了，时间太长了。小莫说的对，我是有点太没出息了。俗话说得好，排毒养颜，只有先排了毒，然后才能够养颜，这是谁也跳不过去的一个过程。排毒养颜，原来听您说话，我觉得特啰嗦没重点，没想到今天江校长说的话还挺有趣。从今往后，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就是别像今天这样玩消失就行了。谢谢爸。爸啊，有点困了，还想睡觉。这就对了，想睡呢你就睡一会儿。明天呢，我再到医院去，给你取点药啊。谢谢你，谢谢你对小莫那么好。孩子现在特懂事儿，每天都在哄我。以前呢，总把他们当孩子看，老觉得是我们大人在照顾他们。但是现在才意识到，别看那么小个人，能量还挺大。是他现在啊，可懂事了，我特喜欢他。刚刚跟那位办完离婚，我的确有点找不着北。可是现在每天看着我儿子，觉得心里特踏实，他才是我最重要的。所以为了他，我也得让我自己强大起来。来，玉明。哎，你教小莫变魔术，你自己也费了半天劲吧？没有，我多聪明一人啊！谢谢。哎，举手之劳，真的。我觉得你变了，好像比原来担当了。我妹妹没白回头。妈妈，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之前常陪我来看你的那个人，以后不会再来了。爸爸为了我的事儿，最近都瘦了。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一个老头儿，现在话特别少，只见着他对着您的照片一个人叨叨。回头您就劝劝他，让他想开点儿，保佑爸爸平安吧。我挺好的，妈妈，不用担心我。小的时候跟爸一起，每次爬到这儿，总觉得好高好高。小时候多少好玩的事儿啊！嗨，让你吓我一跳！哎，以后得把日子过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把原来的江一林重新找回来。江一林，江一凡，你在哪儿呢？哈哈哈哈哈哈！
这家里的钥匙，我留着也没啥用。你扔了吧，反正门锁我迟早要换的。找我就这事儿啊？还有别的吗？我想见见小莫。你之前没跟我说呀，他也没说要见你，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依林，你该撒的气也撒了，我也辞职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不是秦山辞职了，恭喜你啊，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聪明的女人。依林，你能不能别提秦山了？我就是想儿子了，我想见见我儿子，行不行？以前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家都能见着他，就这么简单。你能别这么没劲吗？当初是谁呀？我带着儿子去公司楼下找你，你根本就不见我们。小莫都喊成那样，你还装听不见？怎么了？在哪儿受委屈了？非要在儿子这儿找温暖？对了，正好告诉你一声，你的微信我已经删掉了，以后别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可以直接跟我发信息。来，小莫，尝尝妈妈做的鱼，你先吃起来。哎呀，梅外公做的好吃呀！不会吧？真的假的呀？那你们俩就贿赂我，谁贿赂的多，我就把最佳厨师颁给谁。还要评奖啊？那你说吧，怎么贿赂你？我要一个像以前一样动感、高兴的妈妈，还要一个像以前一样特别话痨的外公。那好，外公现在就宣布，妈妈从现在开始有动感，就特别高兴。外公呢，从现在开始呢，也话痨。我现在就话痨啊！我开始话痨了啊！就这条鱼啊，劲儿可大了，拼命着跑啊，我就拉住它呀，那钩都差点折了，线也差点断了。呵，它劲儿可大了，它跑啊跑啊跑，我就拉着这个杆儿啊，那鱼钩都差点被它拽跑了，鱼线也……外公，干杯干杯！来，干杯干杯！宝贝，妈妈答应你，从明天开始就动感，就高兴，好吗？那你要怎么动感？去建材城，去逛家具店。你要换房子呀？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我就想把屋里的装饰还有家具什么的重新摆摆，重新换换。过去都是别人说了算，现在不是好容易我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了吗？那就捯饬捯饬呗。为妈妈干杯！干杯！干杯！喝了它。这是我在等你。我知道我们在生活方向和方式上是有分歧。我去了一家小公司，还是干销售总监，一去就是天花板。这一点你说对了，我也许真的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
你是，我也未必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啊。只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你可能还不适应，因为跟你以前的生活可能差得太多了。就怕我适应了你的生活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我知道咱俩都是不容易妥协的人，我们都各让一小步，行吗？你去哪儿，你干什么，我以后不参与了，我不管了。但是也请你试着慢慢接受和我在一起的生活，好不好？别放手，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的，别走，行吗？你不是要去新公司了吗？这是给你的礼物，看看喜不喜欢。你们在这儿住着，我还能帮你们呀做饭吃呢。您怎么又把我当小孩呢？饭我还不会做啊，放心吧。你自己的生活，回去要好好的设计设计。小莫呢，就先留给我。小莫愿意不愿意住在外公这儿啊？愿意，我要和外公下棋。哎，妈妈就不能陪你下棋了。妈，你就让我住在这边吧。你是不是已经跟外公偷偷摸摸都已经商量好了？嗯。嘿嘿。行，让你留在外公这儿，听话啊。嗯。来，快进来，来看看。依琳姐，你怎么那么快就搬回来了？我都在我爸那儿住了半个多月了，再住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怎么样？人们不一样啊，行吗？现在这个好，真的行吗？啊，真行啊，挺好的，挺舒服的。原来这家都是听别人的，现在不是自己能说了算了吗？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挺担心我的，我挺好的，都已经想通了。放心，我以后会带着小莫，把日子越过越好的。行，姐，你要能这么想啊，我们就放心了。我觉得依琳姐说的特别好。这女人啊，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都得为自己着想才行。哟，你这没结过婚的人，怎么说出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呀？依琳姐，我们可等着你介绍呢啊！现在已经晚了。说实话，我已经打算干回老板娘。哎，依琳姐来了。哎，跟你聊两句。来来来，坐。这么严肃，什么事儿啊？说吧。我是来找你辞职的。小丽，哎，你去给我沏2杯咖啡。为什么呀？我一直对你挺好的。时间你最自由，提成你最高。那你还这么不厚道？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想回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去上班了。真的？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拦不住你呀。在我们这上班确实有点浪费了。不过啊，你走之前，你得把你手头那资源给我交割了，尤其是大客户，特别是那个韩志杰。你瞧你，就惦记你那点资源。那当然，对你有好处。你的婚事啊，包我身上吧。哎呦，不用不用，我的事儿不用您操心，不用。那倒也是，冲你现在的条件呢，那不出2月，排队的人。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想，就想带着我儿子好好把日子过好。行，
以后有时间了你就常回来看看啊。嗯，放心，真有点舍不得你。我准备修身养性，练练毛笔字，你觉得怎么样？呵，你是准备把书店搬回家去？差不多了。要考注会啊？朱快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考完了，这不是6年都已经没工作过了吗？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还得重新再学。嗯，哎呀，好多呀，就这些吧。行，我来搬。跟你商量件事儿啊。你说。你在我们婚介所的单子，就转给我们同事了，行吗？不用，本来我对相亲这事儿就没兴趣，你不做了，正好我解脱了。别为了不可能的人耽误时间啊！哎呀，本来呢，我想等你放空一阵子再跟你谈这事儿。现在你既然说起来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感情这事儿啊，你说了不算，没人能给答案，除了时间。所以我说，让你别耽误时间，这就是答案。我觉得你还是接着继续找吧。走啊。还没睡吧？找我干嘛呀？我正准备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呢。我就想提醒你一下，早点休息。那么多书一下也看不完，别着急。哎呀，6年的差距，再赶不上我就40了。你没问题，我相信你。谢谢韩总的盲目信任啊。你想去四大吗？四大我以前待过，再重复过去的路也没什么意思。而且现在国家有意扶持国内的所，我想还是找一家国内的所吧。长科你愿意去吗？你的情况呢，韩总都跟我说过了。他们公司的审计呢，都是由我们负责的。那么咱们也就开门见山的说吧。在之前呢，你确实很优秀，但你毕竟6年没从事审计工作，那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都得重新来。你看从初级开始，你能接受吗？没有问题。叫审计组的冯娟来一下。经理。哦，这位是冯娟，这位是江依林，以后你就在她这一组了。你好。大家手上的活放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江依林，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叫李明。你好，王芳。你好，我叫何磊。你好，我叫王琦。你好，我叫浩杰。你就坐这儿吧，这是你的位子。哎。期间公司的盘点做了吗？没有。江依林，这事儿就你去办吧，下午就去。哦。喂，您好。真的？哎呦，太好了！这样，我马上到。李师傅您好。好，你就叫我李伯伯吧。啊，哎，就你一个人啊？哎。啊，好，来吧。哎。工人呢？我们这儿啊，每年都这样，一盘点就剩我一个人了。那就咱们俩呀。
没准备吧？我都给你备好了，穿上吧。来，进去吧。这里面可真够冷的。哎呀，我说你们这公司呀，真是的啊，怎么不派几个男的来呀？他们都出去忙去了。你既然是会计，你们公司就该派审核来弄。这会计就是对账。我十项全能。哎呀，你们派一个女的来，你说我不帮一帮吧，这也说不过脸去。谢谢您了，李伯伯。来，阿姨，就这个房间。这房间啊，可能有点小。哦，对了，还没跟您说，那个医院啊，就在附近，咱呢走几分钟就能到。他中午吃什么？哦，这个您甭担心，我妈做完了，我爱人啊送过去。那我和你一起去。哦，那什么，放心吧，他见了我什么反应，我有心理准备。玉明啊，你找我来，不只想打开他的心结吧？你是不是也不想他再麻烦你了？那个，我倒不怕麻烦，我爱人呢也能理解，就是那什么，阿姨，咱时间长，我慢慢跟您说。哎，姑娘，来看看。哎，没错，我就搬走了啊！啊，您先等会儿。啊。怎么了？哟，你的心真细啊！没问题吧？哟，李伯伯，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老毛病了，腰间盘突出，不知道哪一个寸件就给我杠上了。哟，那您得多注意休息啊！我觉得这腰间盘突出可能还真不能在这么冷的地儿待着，要不然这样，您出去歇着吧，这儿您就甭管了。您快去吧。哟，大忙人来了。你怎么来了？有我不就行了吗？你忙你的事儿去呗。哎，阿姨，一凡，这是小韩的妈妈，这是我老婆一凡。您好。洪一鸣，你过分了啊！事儿管的也太多了吧？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来吧。那个小韩，有话呢，你跟妈妈俩人好好说，我们先走了。站住！把他带走。小韩，你为什么要把他带过来？就凭他自己，不可能找到我。你怎么知道他找不着你呢？啊，你妈妈呀一直很关注你的，就是你不知道而已。我没这个妈。小韩，你也别生气了，你这生着病呢，生气也不好。你妈妈好像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还是先听她的吧，跟你妈妈好好聊聊，好不好？那我们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好聊。阿姨再见。阿姨再见。来，快，快点就去。这又冷又累的，这别把身体折腾坏了。哎，你看这时间不早了，咱们今儿个就到这儿吧。啊，不行，我里边还没盘多少呢。没事儿，您甭管我，您先去吃饭吧。这一冷一热的，时间长了你受不了。没事儿，我能行，您不用担心我，您先去吃饭吧。吃点东西吧。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你赶紧回去吧。这次我要在这待一段时间。那你们家舞蹈老师同意啊？不是分开一天，
都要死要活的吗？我跟他也离婚了，又一个孩子被抛弃了。我们没要孩子。那你太可惜了，帮人家带了10几年的儿子，到头来还是被父子俩给赶出来了。我说呢，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我以为到了你现在这个年龄，能理解当时的我了。我理解不了，你也别妄想我能理解你。好，来吃一点啊。你走吧，求你了。我走了，你不还是得麻烦别人？麻烦别人总比看到你好。你现在不是正需要人照顾吗？我从5岁到现在快30岁了，我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在哪儿？我现在用不起。我知道你恨我，可是你也知道，你爸那脾气。你别找借口了。我爸要是脾气好，你就不会跟别人走了。你帮人家带了10几年的孩子，到现在还是被人赶出来了，你自己都没有问题。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你。我知道，你还是这么恨我。这样，我给你照顾好了，我就走。我也知道，现在你也只有我了。我从来都没有过你。韩总，最近公司颇得您关照啊。嗨，您客气了，是你们公司最近对我很关照。依林在吗？依林不在公司，去精彩公司盘点去了。哦，最近公司活多，大家都在加班，希望您能理解。加班？你们不都是正点下班吗？我们也是老熟人了，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有我的原则，不管人从哪儿来，我都得试试他的成色。不合格的话，过了试用期我照样退。我跟您合作这么多年了，也了解您的为人，希望您能理解。完全没问题。姑娘啊，不是我说你，咱是给人打工的，不是给人卖命的，手都冻红了。就我一个人，我看这进度我3天都弄不完。你3天就想弄完啊？去年2个小伙子都花了3天时间，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和2个小伙子比呀？哎呦，我这刚是从冻库出来，你知道吗？零下24度，头一回体会。没事儿，那你就别担心我。哎，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千万不能跟咱爸说啊，也就是几天的事儿。